他已经32岁，却还在家啃老，过着不用去上班的颓废生活。他每天和小外甥打游戏，每到饭点就会准时出现在餐桌上。妹妹看不惯他的好吃懒做，直接将番茄酱挤在姐姐头上，饭还没吃，藤英就先翻了桌子，姐妹俩瞬间扭打在了一起。小外甥吓得直接跳上沙发。从小到大，他们打了无数次架，藤英却没有赢过一次。他们从餐厅打到了厨房，直到母亲拿起平底锅大声呵斥，才平息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父亲默默将房门关上，他知道这个家没人会听他的。妹妹离婚后就住回娘家，男方不仅没有给她房子，就连孩子也不愿抚养。母亲担心姐妹俩经常吵架会影响小外孙的健康成长，藤英一气之下决定搬出去住。她来到房屋中介后才发现，房租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于是藤英灰溜溜地返回家里，心想离家出走就这么算了。结果母亲却当了真，她将一沓生活费交给藤英。あんたも一度くらいうち出た方がいいと思ってああ言ったんだ。这下藤英不想走也不行了，很快他就收拾好行李走出家门。其实藤英刚毕业也找过很多工作，只是每份工作都不尽人意。于是藤英索性直接辞职，宅在家里长达10年之久。他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拒绝和外界有过多接触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去100元便利店购物，几步就到的路程他都要骑着单车。果然身上的每一坨肉都不是白长的。藤英对便利店的布局熟记于心，深知每款零食所在的区域和价格。他最喜欢的就是膨化食品和碳酸饮料，每次购物都会买上一大堆。藤英对生活充满了消极，只有美食可以暂时缓解焦虑。善良的他在每次结账时，都会往爱心钱罐里捐赠100元硬币。在经过一家拳馆时，藤英被一个男人的身影深深吸引，他认真练习的样子让藤英对异性头一次感到心动。可当男人抬头看向他时，自卑的藤英却选择了快速逃离。她用母亲给的钱租了一间公寓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。想到之前在便利店看到的招工启事，藤英写了一份简历，决定到那里去碰碰运气。或许是因为经常光顾，老板对藤英的印象非常好，当即就聘用她为夜班的收银员。夜班的时薪是1200元，工作时间从晚上10点到早上8点，每周4天，月薪有13万日元。就这样时隔10年，藤英重新步入职场。他再次经过那家拳馆，看到喜欢的男人出来，藤英害羞的急忙离开。浩坤也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女人。便利店里除了老板，还有一个猥琐的眼镜男，他对藤英一直不怀好意，总是在他耳边喋喋不休，吹嘘自己以前的经历。藤英很快就适应了便利店的工作。之前被辞退的大妈每晚都会来到仓库，偷偷拿走已经过期的食物。藤英对这种事也是视而不见，他觉得大家生活都不容易，与其把这些食物当成垃圾丢掉，不如让需要的人填饱肚子。他还会主动把食物送给街边的流浪汉。这天浩坤来到便利店，他买了一大堆香蕉，看到是暗恋的男人，藤英一时有些手足无措。临走时，浩坤往爱心钱罐投了1枚硬币，这一充满爱心的举动让藤英对他又多了一份好感。离开时，浩坤忘记拿走购买的香蕉，这给了藤英再次见他的机会。他带着香蕉找到浩坤，简单的寒暄过后，浩坤竟提出了约会邀请。今度どっか行こう。嫌か。いや、いいです。いいですっていうのは嫌っていう意味じゃなくて。藤英的开心溢于言表，他精心打扮一番来到拳馆，浩坤开车带他去了公园。他本想让藤英在拳馆办卡，可最后还是没好意思开口。藤英好奇他为什么要和自己约会，断られないような気がした。这样的回答让藤英有些失落，他有种被嫌弃的感觉，还以为浩坤是因为喜欢自己。怒ったのか？いえ、別に。他们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找不到彼此感兴趣的话题。第一次约会就这样草草结束。晚上大妈来仓库拿过期的食物，结果这次却被老板撞见。他恶狠狠地将大妈赶走，并叮嘱藤英下次不要让她进来，这些食物就算丢掉也不能给她。他说大妈是因为偷窃才被辞退的。然而老板前脚刚走，大妈就又折返回来。藤英非但没有赶他，反而给他拿了很多过期食物。明明自己过得不好，却还看不得别人受苦。眼镜男依旧每天骚扰着藤英，他想和藤英一起约会。这时浩坤再次来买香蕉，结账时他说忘记带钱了。他掏出2张拳击比赛的门票。これでいいだろ。ちょっと、なんすかこれ。困りますよ。うるせえな。次来た時払えいいだろ。不知道浩坤是不是故意的。离开时他再次没有拿走香蕉。藤英知道他是特意来送门票的，眼镜男非要陪他一起观赛。来到现场，藤英得知这是浩坤的退役之战，他想为自己的拳击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可毕竟年龄偏大，很快浩坤就落了下风，对手在他身上疯狂得分，在腹部挨了一记重拳后，最后浩坤还是输掉了比赛。接下来的一幕让藤英很是不解，只见对手来到浩坤身边，刚刚还势不两立的他们，此刻却抱在一起互相鼓励。3人一起来到餐厅吃饭，藤英好奇地问浩坤，为什么比赛结束选手要互相拥抱？眼镜男在一旁插嘴，あれはね、ああいう風にやるのよ。ボクシングの試合ってのは、終わってしまえばノーサイド。憎しみ合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からね。
藤英听后若有所思，她觉得这种感觉真好。趁她起身上厕所的间隙，浩坤问两人是什么关系。眼镜男炫耀说藤英喜欢他，非要带他来看拳击比赛。虽然藤英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但免费送上门的他也不好意思拒绝。这些话彻底激怒了浩坤，他起身狠狠给了眼镜男一拳，然后就失落地离开了饭店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藤英都没再见到浩坤。他来到拳馆打听浩坤的下落，老板以为他是来减肥的，于是给他拿来一张宣传单。藤英从老板口中得知，浩坤已经离开了拳馆，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。老板问藤英有没有看到眼镜男，监控显示他偷了便利店的钱，现在警察正在逮捕他。本当に知らない？本当に知らないです。今日斉藤さんと俺だけだからさ。藤英独自在门口卸货，老板却悠闲地在店里看杂志。看着手里拳馆的宣传单，藤英决定改变现状。从小到大，不管做什么，他都没有赢过。这次他想站上擂台，战胜曾经懦弱的自己。得知他想参加职业比赛，老板有些意外。女子拳击的资格考试限制就是32岁，他给藤英安排了一名职业教练，从最基础的动作开始练习。藤英认真记录拳击的要领，就连上班也会忍不住练习。老板将过期食物锁进柜子，让藤英好好保管钥匙。不一会儿，大妈就又来了。藤英打开柜子，把食物全都给了她。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躁动，是喝醉的浩坤回来了。他在便利店吐了一地，老板和新来的员工把他抬了出去。藤英担心地跟在后面，发现浩坤躺在垃圾堆里，他急忙用伞挡住雨水，担心浩坤被冻感冒。藤英把他带回了出租屋，他给浩坤煮了一碗姜汤。浩坤感受到久违的温暖，他问藤英是不是跟眼镜男在交往。藤英急忙解释他们没有任何关系，况且眼镜男已经被警方通缉。他告诉浩坤，如果不介意可以留下，如果要走就把钥匙放进信箱。临走时，他再次解释自己单身。藤英来到拳馆继续训练，在教练的帮助下，他的动作越来越标准。老板看他训练得如此认真，决定帮他预约一次正规的比赛。藤英不小心染上了感冒，回到家却发现浩坤没有离开，病痛让他直接晕了过去。浩坤贴心地照顾起了他，他给藤英煎了一块牛排。显然浩坤对火候掌握还不够熟练，藤英艰难地咬了半天，直到筷子折断也没咬下来一块。可这份温暖却让他感动地哭了起来。藤英趴在浩坤的怀里，两人确定了恋爱的关系，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美味しい。浩坤找了一份卖豆腐的工作，女老板只是夸了句他好帅，浩坤就激动得连烟都点反了。接下来几天浩坤又消失了，藤英在路口找到了他，他拉着豆腐车对藤英视而不见。藤英问他为什么不回家，浩坤对女老板说藤英是他妹妹。全然似てねえな。腹違いだからな。藤英把怨气全都发泄在了沙包上。上班时，大妈再次来到仓库，藤英拿出钥匙让她自己拿食物，结果这次被老板抓个现行。他指责藤英不听自己的话，两人自此结下了梁子。藤英开始幻想有一天将老板打倒，他出拳的速度越来越快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藤英的体重也在一天天下降。以前臃肿笨拙的自己已经不复存在，他的步伐变得敏捷轻盈，眼神中透露着自信和坚定。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，藤英的拳头从未停止训练。他的人生第一次有了目标，拳击成了他当下努力的方向。他的努力得到了老板的认可，安排他进行拳击资格的考试。幸运的是，藤英顺利通过测试，成功踏上了专业拳击选手的擂台。这天，老板把过期食物装进垃圾袋，他让藤英把这些垃圾送给大妈。藤英听出了老板言语中的侮辱，他转身准备离开，可老板却在身后不依不饶。斉藤さんも来る？这次藤英没有选择沉默，他用拳头给了老板狠狠反击。なんだお前。この間の仕返しか？首。お前首だよ！帰れよ，藤英潇洒地收拾衣服，这样的环境他一刻也不想多待。走出便利店，他遇到赶来的大妈。藤英说他以后不能给大妈食物了。大妈听后却开心地笑了起来。もういらないよ。他来到便利店实施了抢劫，不管他是否真的是因盗窃被解雇，这次他和藤英一样选择了反抗。离开时，他给了藤英一枚巧克力硬币。ありがとね。バイナラ。拜纳啦！两人在夜幕中挥手告别。此后，藤英便专心开始拳击训练。浩坤看到他，忍不住驻足观看。曾几何时，他和藤英一样怀揣梦想，奈何现实却很残酷。如今的他早已向命运低头。同样的地点，他们的身份却发生了互换。这天，父亲找到藤英，母亲不小心扭伤了腰，家里的日料店正缺人手。父亲希望藤英可以回来帮忙。得知女儿在练拳击，父亲表示支持。若いうちはいろいろやった方がいいよな。若くないけどね。お前、ちょっと変わったな。いや、違う違う。そうじゃなくて、あれ、ほら、お父さんみたいに
年食ってから自分に自信がないってのは惨めだからな。最后，藤英答应回家帮忙。他对妹妹也早已没了怨气，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摆在那里。老板告诉了藤英一个好消息，由于一名职业选手受伤不能参赛，拳馆获得了一个打职业擂台的名额。老板把这个名额给了藤英。这天，藤英和浩坤再次相遇。のり弁。のり弁、のり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。400円ですね。浩坤尴尬的拔腿就跑，藤英提着饭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很快，他就在拐角追上了浩坤，两人坐在路边的长椅上。浩坤说他被豆腐店的老板娘甩了，现在在工地搬砖。藤英说周末他要打拳击比赛，并问浩坤要不要来看。浩坤问他为什么要打拳，藤英说他只是想赢一次，不管胜负如何，站上擂台就是成功的一大步。他想体验那种搏斗过后互相拍肩和好的感觉。这时浩坤被工友喊走干活。藤英则再次挥舞起了拳头，他要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全力以赴。比赛前，藤英剪去长发，教练叮嘱他要保持平常心，对方是职业拳击手，就算输了也不丢人。虽然藤英信心满满，可业余和职业确实存在差距。比赛刚开始，他就被狠狠击倒在地。藤英调整状态继续出击，可对方根本不给他出拳的机会。藤英被堵在角落，遭受疯狂暴击，父母在台下都不敢直视，妹妹眼含热泪为姐姐加油。第一回合结束，藤英没有获得任何积分，教练想让他放弃比赛，可藤英却说他还能打。第二回合，藤英依旧无力还击，为了撑到第三回合，他只能违规抱住对方拖延时间。第二回合结束，藤英已经被打得有些神志不清，可嘴里却不停说着他还能打。老板知道藤英左拳厉害，让他用左拳最后一搏。藤英决定寻找机会反击，他故意向对手发出挑衅。在躲过一记左勾拳右勾拳后，藤英抓住机会狠狠反击，他拼尽全力挥出了最后一拳。就在大家以为发生反转时，对方却轻松站了起来，一记勾拳狠狠打在藤英脸上。倒地的瞬间，藤英看到了曾经颓废的自己，被妹妹按着打，被浩坤抛弃，仿佛自己的一生都是失败。台下的浩坤大喊让他不要放弃。立て！そうよ、立ちなさいよ。ほら立ってみろ！ボクシングなめんじゃねえぞ！ほら立て！立って死ね！藤英奋力支撑起了身体，他想要继续比赛。然而结束的钟声却在此时响起，藤英毫无悬念输掉了比赛。他踉跄地来到对手身边，两人互相拥抱拍肩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他的坚持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，藤英向台下的观众鞠躬感谢。此时妹妹的眼里满是心疼，教练搀扶着她走下擂台，观众为她的拼搏精神鼓掌。她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，拳馆的其他人都为她感到自豪。父亲在身后默默注视着她离去的背影，他为女儿今天的表现感到骄傲。拳馆老板说藤英打得很好，她打出了一个拳击手该有的姿态。藤英来到休息室，她用头发挡住受伤的脸。浩坤等在门外，他想约藤英一起吃饭，可藤英却说看心情吧。如今的她值得独自美丽，人生会遇到各种的不如意，但日子总归还要继续。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我们不能选择逃避，要积极主动的去适应，并寻找其中的美好。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和糟糕，只要你认准一件事去做，哪怕是一件小事，只要你足够坚定和专注，为之付出一切的去做，当你下定决心的那一刻，其实你就已经赢了。战胜别人首先就是战胜自己。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可
一